我因为你哭超多次，眼泪都流到干掉。好，下一题。我刚刚跟你 give me five， 但来 give me five。李准基也会穿着内裤在家里走来走去。真的吗？嗨，我是安娜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请来了我的老公陈老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老公。重来了，你要很亲切。嗨，大家好，这样。要这么夸张是不是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她老公。你就做你自己就好。现在大家正在春节放假中，所以今天这集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，就是情侣 Q&A。其实我们已经不算情侣了，对吗？我们是夫妻。而且夫妻很久了。今天我们会问一些我们两个人问题，然后这些问题呢，我们事先都没有蕊过稿，就是我们彼此其实都不知道那个对方的回答是什么，看我们两个人的回答是不是很有默契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第一题，我知道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2016年1月10号，这个忘掉应该太过分。这个怎么可能会忘？那加码一题好了。好，我们结婚是哪一年结的？2013年。那我再加码一题。这么多加码？我们什么时候买我们第一个房子？3、2、1，不知道哦。你付得起吗？2014年4月。好，算你赢。好，下一题。对我的第一印象就很好。3、2、1。为什么？明明你那个时候也一直在偷看我。我没有偷看你啊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广州的一次工作的出差上，当时他染了一个红头发，在一整行工作人员里面呢，你的红头发真的很显眼，所以他觉得我在偷看他。最主要是红头发，不是看我。对，就是好像第一眼没有这么那个命中注定的那个洗泡泡的那个特效。我有所以男生都是活在自己的想象中。下一题其实不是 yes or no， 其实可以直接问。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第一眼啊。我好像是跟你在接触的过程，跟他有在网络上聊天，聊一聊就网恋。一开始就是朋友的聊天，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聊天的时候很喜欢叫对方叫亲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有一次给他留言说亲你在吗？什么什么，他就自己讲好了，就跟朋友说，要叫我亲呢，是不是亲爱的？他说这么直接，对，所以他就整个就误会很大。下一题，我们财务完全独立，我就赚钱然后不管，全额上缴。你自己知道你有多少钱吗？我不是很清楚。你知道有多少个银行账户吗？4个、3个。我妈妈有跟我说，台湾有一个谚语，听不出大富贵，所以我有深刻的在执行这个事情。而且其实我觉得管钱很累，管钱超级累，对，我觉得管钱很累，因为其实会有责任，预算在我手里面。我们可能要去分配生活需要啊，小朋友的一些学习的支出啊，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一些杂支等等，这些不会说去满足个人的一些想要的东西。对，反正通常都是买一些需要的东西。反正在婚前的时候，你会比较多买奢侈品，然后婚后就过上了拮据的生活。节俭的生活，就会想一想，赚钱只要考虑赚多或赚少，但是花钱其实不论是花大钱、中钱、小钱，就都要考虑，比较烦，对不对？对，辛苦了。所有管钱的，不论是先生跟太太都辛苦。还有银行是吗？还有银行有赚我们钱，所以他们有收服务费啊。他们有收服务费，然后你看老婆或是老公管钱都没有收服务费，所以要好好珍惜。好，下一题。我婚后比较快乐。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蛮享受婚后生活的。觉得婚后比较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可以商量，因为我是独生女，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通常都是自己消化或者找一个好朋友去倾诉。可是跟好朋友倾诉的那个极限也是仅仅在于倾诉而已。其实朋友没有办法帮你解决很多问题。对。然后我觉得婚后我们的沟通是还蛮同频的。我们两个性格其实不太一样，他会更理性一点，我呢会更冲一点。我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，我想到一个事情，我真的马上就要去做，我不能过夜，我就是马上就要去做。然后就是可能我就熬夜，就熬到早上，我就把一个东西的大致就已经做好了。对他来讲，他可能会更深思熟虑一点。我觉得婚后很大的快乐是来自于有一个人了解你的全部，了解你的过程，陪着你一起去分担，知道另外一
半很完整的现在跟过去，然后就可以两个人一起讨论很多未来的事情。他婚前是可以做到一个人吃饭的。我从小就会觉得，如果我这顿饭是一个人吃，我真的好可怜，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吃饭。跟人家吃饭好累，我要想话聊。那因为我这人话本身就比较多，所以我好像想话聊没有对我很困难。我结婚以前，如果这一顿饭他是没有人陪我吃的，干脆不吃，我就不吃。结婚以后，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点就是我每一顿饭都有人陪我吃，就是他。现在还有小孩。对，那我觉得一起吃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每天的晚餐一定都是在家人一起吃饭。对，我们很多朋友都会很疑惑，就像我们家其实是有保姆有阿姨帮我们忙的，然后大家就说为什么这样子还要你自己来煮饭？因为我每天的晚餐一定是坚持自己煮的。我们一整天大家都有分开，尤其像现在小朋友要上学，那他白天其实已经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了。我希望他回到家之后，那个闻到的饭菜的香味，跟我们一起吃的那个口味，那是妈妈准备的味道，不是说其他人准备的味道。嗅觉营销，就是以后他会怀念一个味道，家的味道。对，像我昨天晚上，我儿子睡前就跟我讲说：“妈妈，我真的好爱你哦，因为你每天都给我煮好好吃的东西，我很喜欢你给我煮的菜的味道。”好，下一题，你因为我哭得很伤心过。你有哭过吗？有啊。一个男的你哭？我大概被你提了7749次分手。因为我要跟你分手，所以你哭了。会伤心啊，就是对，伤心到呕吐哭的。但婚后比较少。比较少还是没有？没有我有哭就怪了，可以面对面的吵架，有什么事情就当面出来干一架。而且有一个婚约制约着嘛，比较不会像婚前那样，就是要分手很简单，就一句话。结婚之后要分手很复杂我因为你哭超多次，眼泪都流到干掉，有一段时间很困难，我觉得就是有困境。就是在结婚初期，很多的价值观的磨合，迈入结婚的那一刻，还没有迈入，应该说在准备要迈入的那一刻，会觉得说哦，结婚好像要思考的问题，准备的一些问题其实真的不一样。家庭观、价值观、政治观、信仰观、娱乐观、生活观、消费观，几乎全部都会有磨合期。我们那时候其实年纪也没有到很大，我的父母也会很担心，就是他的工作又不是一个很平常常见的医生啊、老师啊，像我父母就是比较传统的父母，他们会完全不能理解。为什么做音乐这个东西可以赚钱？我以为是老师嘛，也不是老师，不是老师，是唱歌的吗？也不是唱歌的，那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音乐制作人到底是做什么的？可以单独聊一集，单独聊一集。其实前一阵子也有 Chris 的同学的妈妈，就是有问过我们一些问题，关于孩子艺术培养这件事情，未来到底是可以做哪些事情？所以其实这一集可以单独聊一聊，给大家一些对于孩子艺术培养这件事情，未来如果真的希望走跟这个行业有关的，提供一个职业选项。好，先拉回来。这为什么哭？因为父母有很多的担心，某一个程度上就是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。我是浙江人，我们浙江人是不远嫁，顶多到上海。不行，不出省，所以当时我其实有很多的冲击，然后觉得很无助，就觉得说要不要往前，要不要再继续下去，就很多疑惑，就会哭。下一题，我可以平衡工作和爱情，我们必须要平衡。对，因为我们工作就在一起，我们工作是 partner， 我是统筹制作物，然后你是统筹整个项目，其实整个项目这样子，要确保整个项目可以 run 下去，法务、财务，然后的沟通这样子，你一定要平衡，不然的话，合作伙伴会觉得我们很奇怪。有些时候，比如说工作上正好在遭遇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但如果我们切换到工作模式，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情绪就都放下来，先放下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人都讲说，如果夫妻是合作伙伴、工作伙伴的关系，或者说是像我们所说的所谓的夫妻店很难开这件事情，对，很多的。年轻人也有聊过说，如果发现你的老板是一对夫妻的话，千万不要在那里工作，对，因为有可能会被牵到他们很多的鸡毛蒜皮跟私人的情绪里面。对，但这个部分其实，在我们这边好像比较少，因为我们真的非常少的把个人情绪。其实也是因为责任不同，因为比如说是整个项目，你要对很多人负责。你是什么人格？指挥官。我是总经理。对。我们这两个人格都是属于就是责任性很高、掌控欲又很高的人格，所以我们其实，在工作的状态下是几乎没有带到个人情绪过。我觉得我们这一块还平衡的蛮好的。我们常常说我爱你，
这个我们全家都有这个传统，我们家都是把爱挂在嘴边，我们全家都是那种非常外放、非常喜欢表达爱这件事情的一个家庭。对家人的爱、对父母的爱、对兄妹间的爱，都要不吝啬去表达。发现上一代好像觉得就是说出爱是一个有点害羞的一个事情。我觉得好像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会觉得说，爱要说出来，然后包含比如说你的一些不愉快或者其他的一些感受，你也要说出来，不仅仅是说一些很生理的需要，比如说我饿了、我渴了这些要表达之外，你内心的一些想法也要把它表达出来，这样的一个家庭才会更健康一点。不论是正向的或是负面的，都要很明确的表达。所以你看，像儿子昨天晚上睡前也会就是跟我讲，妈妈，我真的好爱你这样的话。对，就很像他上个礼拜开车载去学校，他就说：“爸爸，我真的好爱你，陪我上学，跟我聊天。”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如果以台湾的距离来讲，我们家去 Chris 学校的距离算远。全校最远，全校最远大概是，但是我们就觉得说这样子其实也就多出了这一段路程，我们在路上可以跟小孩子有一个相处的时间，交流。其实很多时候在家里面那个时间也就是滑一滑手机或者怎么样，可能也就过去了，浪费了。但是在车上我们就不得不要聊天，开车什么事都不能做嘛，你就只能跟小朋友聊天。那我们上一次对彼此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？昨天晚上。好了，下一题。我后悔过结婚。什么时候啊？刚结婚的时候，不是我跟你讲过吗？磨合期的那个时候，发现说结婚怎么是这样子，跟我想的根本就不一样。那不然你想的是怎样？真命天子就完全就是，真命天子也有可能会，李准基也会穿着内裤在家里走来走去。真的吗？我们有一个和好仪式，就是跟蒙特梭利的和平玫瑰很像，家里设一个动作或是一个行为或是一句话。在我们家，就不论我们的架吵到什么天翻地覆，不论是什么样的状态，就只要有一方做这个动作，就另一方一定要跟他抱抱，就不论你当下的情绪是什么，对，你生气你也要跟他抱，这是我们家的规定。抱了再讲，抱了然后我们再看后面继续怎么吵。对，就很像之前也有听过补习师说，他们睡觉前一定要和好。这个我们家很难做到，因为吵架的时候他都睡着很快，那个时间太短了，没有办法赶在他睡着前跟他和好。有没有家里男生就是跟女生吵架，然后男生就很快就沉睡过去了？快点在留言区告诉我。很多男生应该都是这样，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可以睡着？心思有多大？是怎么睡得着呢？说了这样的话，怎么可以睡得着？再怎样还是要睡觉啊，对不对？就跟再怎样还是要吃饭一样。怎么吃得下呢？你现在也都会吃啊？我现在也都会吃。对，好，下一题。下一题。我怀念单身的日子。还好哎，我也没有不喜欢那个时候，但是就是我更喜欢现在有自己家庭的时候。你不是会经常会想要自己一个人溜去玩具商店啊什么这种？对。现在还是可以去，就不用到单身在。但是现在就会带儿子去啊。多了一个小 buddy。对。但是我们两个一天到晚黏在一起，我有个问题，他经常会跟我讲说，对，就是一些纪念日想要买什么惊喜，根本就不可能，就是甚至连想要去订一个蛋糕，平常是4点去接儿子，然后今天可能3点就要出门，然后他就会说，马上会问你要干嘛？现在才3点了，没有啊，先去等啊。你干嘛先等？你要干嘛？所以你怀念单身的日子吗？那也不会，就我们真的确实比较少一些惊喜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是相对的啊，因为我也不喜欢惊喜啊。通常惊喜都惊吓恐怖哎，尤其男生眼里的惊喜跟女生眼里的惊喜的定义就不太一样。没有先讨论，我还是喜欢先讨论好再做决定。因为毕竟惊喜有很多，其实都跟消费有关。那就我可能也很难给你惊喜，就是我那个钱要怎么汇过去？你们知道陈老师是个不会电子支付的人，不会任何的电子支付。我现在会，现在会仅限 Apple Pay 我会。然后终于在今年学会了用载具，你们可以想象吗？就是连阿公阿嬤都会用的东西啊，他是今年才学会。我非常崇尚现金跟纸本发票这个事情。买机票都是搬现金去的，这样子。就因为有我这样的人，金融才会更稳定一点。你千万不要怀念单身的日子，因为这样你会很不方便，你有很多事情根本就不会做啊。当然我也是啦，我如果单身的话，我就要不停的打车，因为我不会开车。他左右不分。我左右不分，我是不认路的，就是我基本上出了我们家社区，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。这个地方它已经超过1公里了，我就没有办法在没有网路的情况下
走到。我有 Google Map 的时候可以，我可以看那个东西，只要它指针不要走错。而且它是真的会到看着左右右，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功能，可能在有一些很特殊的时候是有用的。你说当间谍之类的。好啦，下一题，我觉得你很需要我。就像刚刚讲的，我们彼此会在生活中各司其职。各司其职。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想法跟概念还蛮好的，就是把一个家庭当成一个公司去经营。我在这个家里担任的一个职位是什么？我负责的工作职位CEO、CFO、发言人。你不要踩我的职能，我也不踩你的职能。我们尊重彼此的功能，因为我们都有在做对方比较不擅长的事情，比较不擅长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做更擅长的事情，让我们整个家运转得更好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感受很好，就是被需要的感觉，而且是无可替代的。因为譬如说，比如在职场上面，自己好像某一刻被需要了，你是可以被替代的，你可以被 fire 掉。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供应商，你可以被换掉。对。但是在家庭，比如说对于小孩来讲，你这个爸爸很难被换掉，永远都是他这个孩子的爸爸，永远都是这个孩子的妈妈。所以当我们被家人需要的那一刻，就那个感受，那个满足感，我觉得好像跟其他的那个所谓的被需要感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在我们家永远都是家庭第一。好，这就是今天的情侣问答啊！谢谢陈老师今天来我的 channel， 那给我们频道的观众有一些新年新春的祝福，好不好？祝大家新的一年回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新春快乐！谢谢你作为我的先生，谢谢你今天来，谢谢你作为我太太，谢谢你作为我小孩的妈妈，谢谢。那你今天要帮我喊。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点赞分享，欢迎关注他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周四再见，拜拜。也祝您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。我表现的应该有及格吧？你是说今天回答的表现，还是说你平时在家里作为我先生，作为这家庭的爸爸的表现？今天的表现，我自己知道，平常的表现是还不错的。今天表现大家觉得呢？留言给他一个赞吧。